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葉思敏。今天的大主題，美伊戰事關心伊朗的毀滅性報復來了。這一次攻擊包括了85處的美軍設施被摧毀 ，MQ9 也遭到擊落。另外，美軍說的5倍火力下重手，現在看起來是被伊朗打臉了嗎？今天的大主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，首先歡迎陳立偉、孫大千委員。大家好。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，思敏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，思敏好，大家晚安。好，觀眾朋友，節目一開始先幫我們節目按讚，希望跟我們互動的一下呢，一樣我們的留言區寫下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，我會親自做回復。看到熱推薦，幫我們按下熱推了。再來提醒觀眾朋友，我們的環球大戰線主頻在主頻的部分已經有新的會員頻道了，歡迎觀眾朋友們在這個頻道的最上面按下加入這2個字，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會員，可以享有優先得知各種 Q&A 啊，想要提問或者是做互動，在裡面都可以來做進行，歡迎大家加入。今天節目會來先關心的美伊戰事，我們先看到3個火線話題，等一下一樣，我們請嘉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。首先，美軍先攻擊了伊朗80個目標，沒有想到換來的是伊朗反攻擊美軍共85處的基地。美國說的他們對這個伊朗的不成比例攻擊，現在是反而擊出了更強硬的伊朗了嗎？第二件事情，伊朗這次鎖定的目標包括了在波灣地區的巴林科威特美軍基地，是在警告波灣朋友別當美軍的打手嗎？是在測試美軍的防禦漏洞嗎？這是第2件事情。第3件事情，我們來看到的是荷姆茲海峽了，到底現在誰說了算呢？保險市場其實現在可以看起來都是向伊朗做靠攏的，是否代表說現在荷姆茲的掌控權已經落在伊朗的手中呢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美伊停火是不是真的看起來是完全破功？我們本來以為說美伊之間呢互相攻擊哦，這個是一個小鬧，但是這一次看起來完全不是哦，是直接下了重手。原因就是因為伊朗近期呢攻擊了荷姆茲海峽的商船，所以美軍的說法他要做報復。因此呢，我們看到美軍中央司令部在7日當天表示呢，已經完成了新一輪的報復行動。這一次他說動用的是精準的彈藥攻擊，包括了一共是伊朗境內80個目標。我們來看到這當中有伊朗的防空系統跟它的雷達站，60多艘的小型艦艇跟它的指揮管制網路，甚至它的反艦飛彈基地。美方官員是這樣說的：這一輪行動不論是規模或者是打擊的力道，都比10天前那一場攻擊是大了4到5倍哦，力度非常的大。這是美軍說的，這不是对等的回應而已。這是美軍官員繼續這樣講，這是一場不成比例的一個對伊朗的懲罰，而且短期之內美方的下手是不會結束的。我們看到這個美軍的話一說完，伊朗確實來自於國營媒體直接證實，美國攻擊了伊朗境內南部多個戰略地點，還當中包括了多個港口哦，都遭到波及。而且伊朗現在也指控啦，美軍對於伊朗的攻擊範圍持續的在擴大，已經到了不管是連商業用的碼頭、漁業的碼頭，甚至是漁船都要做攻擊，造成許多平民受傷。伊朗的外交部非常的火大，他公然批評美國，並且警告美國，你違背了當初我們的諒解備忘錄，接下來德黑蘭也會採取同樣的報復行動。話一說完，革命衛隊是立刻展開了各項的軍事行動，美軍攻擊伊朗80個目標，伊朗回攻擊美國一共是85處的重要美軍基地，這當中包括使用了飛彈跟無人機攻擊了巴林第5艦隊的駐地，還有科威特的這個空軍基地等等。伊朗還聲稱擊落了一架美軍的 MQ9 死神無人機，也就是說，美國說給伊朗一場不成比例的懲罰，是立刻被伊朗給打臉了嗎？那伊朗現在是不是看起來更為強硬了？委員怎麼看？當然了，伊朗的態度一向就是你要戰我就戰，你要和我也奉陪。所以其實伊朗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底氣，當然是因為伊朗早就做好了相關的準備，跟下半場的這個沙盤推演哦。所以我們在這個節目曾經跟大家分享過，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哦。大家看到美軍現在攻擊了伊朗80個目標哦。可是大家不要忘了，現在是美國去打伊朗，伊朗的面積有多大？伊朗美伊戰爭開打到現在，美國打伊朗的目標可能上萬個了。
伊朗還好端端的活在那裡，打80個算什麼呢？我看完之後，那80個還包含了60艘艦艇。伊朗的小型艦艇是蜂群艦艇，60艘對他來說算什麼？所以其實這80個目標聽起來好像很多，可是其實效果很有限，因為伊朗太大了。關鍵問題是美國要打伊朗，而不是伊朗要打美國。我不斷的在強調這個重要的關係。你美國要打伊朗，又要跑到伊朗家門口去打，所以在這個時刻，其實美軍不要說80個了，打800個目標啊，對伊朗大概都不會有一點的痛的感覺。可是伊朗打美國不一樣哦，就美國在中東的基地就那麼幾座，我剛才看到了巴林的、科威特的都被打了。我覺得如果今天我要是美國這個中央司令部的話，我乾脆就不要修了。我今天把它修好了，明天可能又被打了，誰知道哪天大家看了彼此不爽又再來炸一次？那我現在幹嘛修呢？現在对美國最大的問題是這樣哦，你在中東的基地就這麼多，你的相關的設施也就擺在那裡，如果不斷的在被攻擊。那麼回到下一個問題來，那你接下來的兵力調度就會有問題。你要怎麼調度？航空母艦戰鬥群2棲登陸這個攻擊艦，該調回美國本土的都調回去了。就算在這個中東地區的，你也離這個戰區很遠啊，因為你怕被伊朗不對稱的攻擊而消耗掉了你海軍珍貴的戰力。這些東西都是馬上美國就要面對的問題。那對伊朗來講啊，關鍵問題來了。伊朗借由一次一次的切香腸行動，他幾乎已經讓國際社會承認他有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了，就不需要你美國承諾，你就看着我一次一次的用切香腸，然後你看看國際社會到底是相信你美國還是相信我伊朗。現在顯然看起來大家覺得相信伊朗比較有保障啊，我寧願交了個錢，然後我就可以順利的通過了。那我何苦去尬到美國跟伊朗之間彼此的紛爭當中呢？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對伊朗來講，他長遠要的東西，他其實還沒要到哦。所以我說，為什麼伊朗他說要戰我奉陪，要和也可以？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伊朗來講，他要的東西大家都知道，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，要能夠自由发展這個濃縮鈾的這個相關的權利，要美國解除經濟制裁，要伊朗成為中東的一個正常國家，不要再被美國欺壓跟這個打擊。這些東西其實伊朗目前為止都沒有拿到實質的成果。所以對伊朗來講，他何嘗不是在做極限施壓呢？大家說川普喜歡玩極限施壓，伊朗何嘗不是呢？如果這場戰爭接着這樣持續的不斷的紛擾下去的話，國際能源的價格會持續居高不下的。那麼美國馬上就要面臨9月要不要升息了，這就是通貨膨脹的壓力的問題了。美國的這個期中選舉馬上就要展開了，這些東西都是川普馬上要面臨的問題。所以今天不止川普對伊朗做極限施壓，伊朗對川普也在做極限施壓。好，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和談前哦，美伊就以軍事的角度來說，大家都在做最強烈的一個軍事上面的施壓。不過我們也看到這一波美伊互攻哦，伊朗也不是亂打。他其實呢有在挑選地區的，而且是對於美國來說，還有對於波灣來說是傷害非常大的。這一次挑選的地區，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，鎖定的是巴林跟這個科威特。為什麼這兩個地方我說非常的重要呢？先來看到其實呢，伊朗很清楚自己不會去打這個美國的本土哦，依靠的不是美國本土，而是在波灣地區。因為巴林這邊呢是美軍的第5艦隊的所在地，是波灣海上行動的一個核心指揮樞紐，所以他選擇第一個打這裡。第二個，他打科威特，尤其是在當地的一個阿里薩勒姆空軍基地，同樣是美軍在中東空中行動非常重要的一個點哦，所以他直接打在美軍在中東的神經樞紐上嗎？那幹哥怎麼看？選擇這2個基地的原因，另外也是對於波灣國家地區做一個警告嗎？幹哥怎麼看？好，巴林的第5艦隊基地大概已經快30年了，是美國第5艦隊的基地，也就是說，這個地方從來不會有任何問題。也就是說，長久以來，你說同樣都是穆斯林國家，但是巴林跟美國之間的關係，它其實很穩的。所以我這個基地設在這邊，我這個基地坦白講一句，是一個很重要的點。它雖然不是所有重要艦艇的所在地，但是它是一個轉運港，以及就是說下達命令的指揮所。好，那它這個可以停泊大型的軍艦，最主要就是神盾驅逐艦的泊地啊。那所以這個港對於美國來講非常重要，因為如果說你不用這個港，你就沒有地方可以用了。坦白講啊，那你要用誰的港？用沙烏地阿拉伯的港嗎？那很遠啊。那所以巴林這個基地非常重要。那另外一個在那個
科威特的那個基地叫阿里薩勒姆啊，阿里薩勒姆這個基地那就重要的多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有E3，有E3空中預警機，還有 KC-135，空中加油機，它還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種無人機，或者是那個後勤支援裝備，以及愛國者飛彈的轉運站等等。所以阿里薩勒姆這個基地不一樣，而且美國把這個科威特從海珊，也就是以前伊拉克佔領它的時候，就伊拉克總統海珊佔領科威特的時候，他把薩達姆打退了之後，然後就馬上把美國主要的軍機就交給了科威特，所以這個基地非常重要。可是你到現在為止，你知道它受損的程度嗎？不敢講，也許很嚴重。所以這一次他說他攻擊了美國80個目標，那到底又有多少飛機受損呢？其實我說一句實在話，伊朗可以經得起你打我85個，可是美國經不起被打80個，這一點很重要。為什麼？因為美國只要挨打的話，那都是高價值目標。他連那個無人機的操作基地有沒有？它是一個一個的長貨櫃，那個打下去，你知道那個不是那種鐵皮屋蓋起來的，是都很昂貴的。所以美國沒有80個有價值的基地讓你打，為什麼？因為那損失太大。最重要的是人員有沒有受傷？那這一次我是真的覺得說，停火真的沒有多久啊，這不到2個禮拜，然後伊朗又突襲了在荷姆茲海峽裡面的3艘船，其中被打中的一艘就是卡達的船，那就是警告。對，那是有選擇性的。卡達的油輪被打中了，就是說你再這樣子哈，我打卡達，我打科威特，我打巴林，都有象徵意涵在裡面的，就是說我不是這樣子就達成了諒解備忘錄，就被摸頭了，就永遠沒事了。北海布倫特原油最近又漲到76塊一桶，好不容易跌回72塊一桶，就美國人可以喘息一下了。就像一打，兩邊一開打，又上去了。西德州中級原油也從69塊變成了73塊了。那個都好不容易降下來，你現在又上去了，就為了這一點點小型的衝突，就現在升高為各打對方80幾個甚至100個。那這場戰事好像又要重啟戰端了嗎？所以我們是真的覺得哈，美國他現在就說，你為了3艘船遇襲而又重新施展你的這個全面打擊，我老實跟你講一句，那個花很多錢，而且我看完全打亂航空母艦戰鬥群的部署。卡爾文森號又掉頭回來，又要放飛機出去，然後你現在觀望不能動，為什麼？不能進行正常的部署，為什麼？因為不曉得你接下来你要幹嘛？你要幹嘛的話，川普又叫我們不要走了，所以整個美軍的部署，中央司令部又被卡住了。這件事情，我覺得短時間之內真的沒有辦法善了了。好，所以這一場這個攻擊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。不過，如剛哥剛剛幫我們特別看到的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攻擊的起源，其實就是在6號這一天哦，因為荷姆茲海峽的爭議哦，伊朗去打擊這一艘來自於卡達的天然氣油輪，所以那個油輪呢遭到重挫起火，才會有後續的各種攻擊。那為什麼伊朗現在要打？大家也在關注，原因是我們看到是說，不是美伊 MOU 已經說好了嗎？荷姆茲海峽60天內是可以免費通行的嗎？那伊朗現在其實在意的點，並不是說這個60天之內免費通行，而是說你要通行可以，但是你必須要走我的航線。但是卡達這艘船沒有走伊朗的航線，所以被遭到攻擊。現在也在看說，是不是等於荷姆茲海峽根本就是伊朗在掌控呢？另外，我們如果從這個保險費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。現在呢有2條路可以走，一個是走南部靠近阿曼這一條路，那這一邊的保險費比較貴，是35萬美元。那如果呢是走伊朗的航線的話，靠近伊朗的北邊的話，它是28萬美元，價格比較便宜。所以連保險公司是不是也都看出來，走伊朗的航線這一條比較安全，也代表伊朗掌控荷姆茲海峽的另外一個證據嗎？苑老師又怎麼看？這個議題非常重要啊！為什麼呢？因為今年的2月28號以前的話呢，荷姆茲海峽是完全自由開放的。然後呢，川普呢做了這個要跟以色列一起聯合打伊朗的這個動作嘛，
這個戰爭動作，先把哈梅尼耶給幹掉了以後，哈梅尼耶的話就是3天前吧出兵嘛，就是有他的喪禮嘛。就連那個川普自己都講，他非常驚訝。他本來以為說伊朗被打了以後呢，就可以順勢就推翻政權更迭，結果搞了個半天以後呢，發覺伊朗人非常愛戴他們的宗教領袖，所以說那個伊朗人這個情況下來講就轉變了。這個你們 MOU 裡面簽的最14條當中最重要的一條，其實就是有關伊朗對於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這個通行權有絕對的這個，他提名他不叫做收過路費，他收叫服務費了啊。但是這裡面講的都是講什麼費都不重要。真正重要的就是說，你必須要承認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具有實際上的掌控權。所以現在的話呢，這個我上次在這個節目當中講，那個長倫那個長利號被打的話呢，我都覺得是故意打的。就是要告訴你，因為長榮的長利號它的船多嘛，它基本上走的話呢，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航道。但是的話呢，这個下面的話呢，走這個阿曼的航道的話，因為那個荷姆茲海峽很近，就是阿曼跟伊朗之間的。對。但它那個海道這麼。大概就是27、8公里的路線分成3段，那其中大部分就是1半以上靠北，就是靠伊朗嘛。那伊朗現在的話呢，我覺得有3個原因可以說明為什麼它這個價錢會比較便宜。第一個的話呢，這個大家都會發覺，伊朗要求的才是真的，但阿曼沒有這個能力。伊朗真的會。第二個的話就是伊朗真的會打。我們今天講的題目都是伊朗在打那邊這個打卡達過去的天然氣船，這是非常危險的。對啊，這個。然後第3個最重要的原因的話呢，就大家都是按照伊朗的方向，因為它隔的地緣關係比較近。就什麼叫以量制價？就是對伊朗來講的話呢，我定的就是28萬啊，你也便宜一點，你來，如果你便宜的不要，你就是故意跟我找茬，我就打你。就變成這個結果。那美國現在的話呢，非常麻煩。為什麼？因為對於美國來講的話呢，這個荷姆茲海峽的控制不控制，其實是美國現在最關心的議題。其他沒有了啊，其他的話呢，就是什麼搞什麼核能啊，什麼濃縮鈾什麼的，這個都不是真正的議題。但荷姆茲海峽的話呢，就是讓大家全世界的經濟都可以感覺到痛的地方，所以對大家很自然會講說，我們現在油貴了，那就是美國害的。所以對美國來講，這個權利非要爭回來。所以這一次也相對而言，美國本身也表現得強硬一點。但是我覺得美國再強硬的話呢，也鬥不過伊朗，因為伊朗它這個地緣上的關係，再加上他們自己做的這段時間的準備，已經超過4個月的準備了。是，好，謝謝苑老師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觀眾朋友們，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！因應呢美中、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，你看到的是新聞，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。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，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，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、歷史脈絡拆解、局勢推演邏輯。同時解鎖會員勳章、優先互動權、問題解析、幕後花絮，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。點擊下方的加入鍵，一起成為戰友吧！我們會員頻道見。